なめるな。そこだ。来了！最初公布定价15000日元的时候，众人竟是一片唏嘘啊！一台除了涂装毫无特殊之处的百事，竟然敢定价如此之离谱。结果刚出货，哈耶克的大手就给戴哥狠狠地上了一课。如今小黄鱼450就能入手的价格，甚至让人一时分不清卖家卖的到底是老版二手还是新版。那么这台戴哥狮子开口敢要价15000的 Anime 线的新版百事到底素质如何？现在就开箱来带大家看一看吧。首先先来浏览一遍所有的配件啊，连接件、光束军刀的剑柄、光束枪和火箭筒，作为武装配置方面并没有新颖之处，唯一有意思的是有3个墨镜涂装以及2根备用天线。特效件方面就是常规的老4样，一对喷口特效、光束枪特效、2个正常的光剑特效和1个弯的，感觉 Anime 线的特效几乎都是这几个东西啊。当然了，不是挑毛病啊，量很足，我也很喜欢。最后看到手型啊，一对握枪手，一对握拳手，一对空心握持手，一对半开掌手和一对全开掌手。手型给的很丰富，细节也做得很到位，尤其是金色的涂装很漂亮。以450的售价来说，配件量算是 OK 的，该给的该还原的，除了加农炮以外都给了，算是不错的了。但如果你问15000的定价值不值呢，那你就得掂量一下这百事的一身金色全涂装到底值不值了。首先这个发色呢，我个人觉得比我的预期稍微差了一点。阴影部分甚至会发绿，与其说像金色，更像黄铜。我更想要的是香槟金那样的浅金色。但客观来说，这一次的 QC 确实不错，涂装很平整，虽然颗粒感略重，但暂时没有看到橘皮。金色的光泽感也很不错，而且我把玩了一圈下来啊，漆面的附着力也很不错，完全没有掉色或者漆面变薄的现象，还是下了一些功夫的。这时就有小伙伴会问了，库瓦托罗大卫怎么就选了个这么骚包的配色呢？这个事情首先得怪永野户啊，百事是他的机设，这个人就是很喜欢搞金色的机体，比如说他自己的《五星物语》里面的主角机。另外就是设定里这一身金色是抗光束附魔的镀层，通过瞬间蒸发来带走光束的能量，但在实战中好像并没有扛住过光束。当然了，大概率也是因为卡比尼是照着关节处打的原因，但这也侧面说明了这个玩意儿是不能覆盖关节这种关键部位的，本来造价就很贵了，还得涂满全身，性价比太低了，后期就基本再也没见过了。那这里就来接着聊聊百事的机设 MSN00100 百事，头顶高是 8.5 米，全备重量 31.5 吨。虽然百事这个名字看起来是从机体编号而来的，也有代表能用100年的机体的意思，但实际上都是永野户的个人兴趣。别说用100年了，1年不到就被卡比尼给肢解了，这性能差可不一般啊。百事的原设是 Z 计划的原型德尔塔高达，所谓 Z 计划就是奥古向阿纳海姆提出的新型 MS 开发计划，要做出能 0.5 秒内变形的全地形可单击突入大气层的高性能次世代机体。而百事的这一身金色镀膜其实也是为德尔塔高达单击突入大气层而准备的。然而彼时阿纳海姆开发的原型机骨架强度和结构远不及预期，变形的这一项进展非常的缓慢，虽然也搞出了梅塔斯这种一趴变形的机体，但和高性能相比还差得很远。在卡缪带着马克兔叛逃之前，为了不耽误前线的作战，去掉了变形机构的德尔塔高达，便成为了百事。这个造型特别的小腿其实就来自德尔塔高达的可变设计，不过官方叫做双层浮动装甲，能进一步的提升脚部的可动。也就在不久之后啊，卡缪就来了，于是百事马上又被导入了全可动的骨架。虽然这使得核熔炉的容积缩小，但各部位的惯性力矩被极小化，躯干能源消耗大幅下降，机动性得到显著提升，在当时堪称高水准。而一开始作为指挥官设计的百事，眼部也被导入了所谓的 Image Directive Encoder 的雷射摄像机，也就是这次附属的这4个替换眼。百事在进行战场扫描高精度射击时会有不同颜色的纹样闪现，至于这个红眼，你可以理解为是百事墨镜下方的高达眼颜色。墨镜的替换也很简单啊，就是一个独立的插装，换装也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造型放在头部的话，个人觉得一体性还是挺不错的。另外值得一提的便是百事的背包了，中间的部位是传统的喷口，4门总计 74.8 吨的推力，而两侧的平衡翼则是原本德尔塔高达的变形结构。由于能在大气圈内充当一定的气动翼面，同时也能做 AMBAC 的机动，大幅提升机体的稳定性和可动，所以也被保留了下来。推进翼的最上端还有一个小细节，这里其实是姿态治愈喷口，这样加上肩胛外侧和红色的这些点缀部分，这些其实都是用来调整姿态的喷口，所以百事其实非常的灵活。同时和利克蒂亚斯一样啊，2个翼面内侧做了武器的挂架，玩具这里也很有意思啊，是做了拉出来的结构。粘土火箭筒的话就直接扣上去就好了。
光束步枪的话，则需要借助连接件。另外，这个武器挂架只有内侧是可以挂的 ，C 扣的孔径不一样，要注意。这个时期的奥古其实是很穷的，所以百事的武装其实和奥古的其他机体属于通用的制式，属于标准的指挥官兼用卡。这里就详细的介绍一下武装吧。首先就是头部两侧的60毫米火神炮和量产的雷姆完全同款，整备时是可以直接做替换的。百事的光束军刀收纳在后裙甲处，玩具这里做了很有意思的滑槽展开机构，可以看到内部是有插装的，可以卡住剑柄的凹槽。滑槽扣上后，剑柄锁的是非常的牢固的。百事的光束军刀也是雷姆的同款，额定输出功率0.4兆瓦的通用制式，唯一区别是剑柄是金色的，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增加了抗光束的涂层。而这把粘土火箭筒更是利克迪亚斯的标准武装，这里就不再做一遍介绍了。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利克迪亚斯的介绍。看来总帅是很中意这个玩意儿啊，动画中也是用这个打爆了亚斯玛的监视器。最后的武装就是这把波瓦公司的新型 BRM87光束枪了，也是采用了 E-Pack 的弹匣，但是玩具这里是取不下来的。该枪出力 2.8 兆瓦，比马克兔的那把还要高，而且一个弹匣能打9发，是货真价实的高端武器，而且枪口还能形成光束键，可见其收束率。后期也配备给了敌姐使用，而且玩具这里还给了涂装，这个待遇就有一点高级了。那除了那门高能米加粒子炮，普通百事的武装总共也就那么一些点。大炮本身设定也是通用武装，并非百事的专属，估计之后肯定要单独出个配件包。那说到这里就得提一嘴空降背包了，小腿侧面还真就给了盖板，腿部的推进器也能正常的安装上，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关键的胸甲部位的推进器完全是没有做适配的，是装不上去的。同时那个气球背包当然也是装不上去的。玩到这里我有点无话可说了。OK， 那么以上就是设定相关的部分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这次百事的现代化改修后的可动如何。首先，脖子是双段的关节，可以像这样做一定幅度的前伸，不过低头的幅度不到30度，抬头的幅度倒是不错，超过60度。这主要还是因为后脑勺的盖板这里具备一定的上翻幅度。接着头部的左右侧摆幅度也几乎是没有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另外左右的转头会碰到衣领，只能到45度左右，要进一步旋转的话就只能到衣领上了。肩部倒是做得不错，保留了一定的拉伸结构，全部拉出来之后能够做到90度的向前翻折，不过向后的话会受到背包的干涉，只有30度。大臂360度大风车毫无压力。肩胛外侧能翻起一段，借助肩部的拉出关节，侧平台能达到远超90度的范围。大臂根部也配置了360度的平转。虚肘的双段关节能做到完美的180度小臂贴住大臂，同时这个左右的侧摆肘部也被保留了下来。手腕的动力管外露的部分有一丢丢的可动，但幅度极其的有限，且手腕的球管本身可动范围也不大。腰部可以像这样做一段折叠拉伸，拉伸之后就能看出腰部的可动性了。首先是前倾，有超过30度，接近45度，非常的不错。当然后仰也是如此啊，超过了30度，幅度非常的可观。左右侧摆的幅度也是如此，不愧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腰部。最后平转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就转个左右90度意思一下吧。前裙甲可以做到完美的抬起，侧裙甲也能翻起90度，不过后裙甲就完全固定死了。大腿根部保留了下拉的关节，增加下拉关节后的前踢能略微超过90度，不过后踢由于硬屁股的干涉只有45度了。侧踢由于大腿根部造型的原因只能到75度，再往上抬的话就会有回弹了。同时胯关节的平转设计在了根部，结果就是只能向外转30度。不过还好屈膝没有出幺蛾子，能正常的做到180度的小腿贴住大腿。同时注意看啊，膝盖这里是有联动下滑机构的，同时小腿露出的液压杆也是有联动的滑动的，这里做的是非常漂亮。脚踝的部分也做了拉伸的结构，拉伸后的脚掌上抬能到45度，而向后翻则能超过60度，接近75度。另外前脚掌也能略微的抬起一段。最后脚踝的接地也非常的离谱，向内能达到接近90度，向外也能达到接近75度的离谱幅度。整体来说，相比起之前的吉姆2和马克兔，这一次百事的头部可动和大腿根部可动非常的差劲，但相较于普通的模型来说，这个可动已经非常的 OK 了。整体来说大毛病没有，不过小毛病倒是不少，只能说现货跌得好啊，450的超可动全涂装百事，说实话还是挺香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长视频制作不易，大家记得点赞投币关注一下哦。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啦。